提问：有哪些角色是最契合 Hitbox 的 ？Hitbox 到底有什么优势？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Hitbox 呢？从我入坑街霸4开始到现在，也见证了整个街霸大环境的变化。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目前格斗游戏外设的演变。我自己虽然从古至今都是摇杆玩家，但对 Hitbox 或者说是格斗键盘的官网，早在街霸5中后期就开始关注了。这里我不得不承认 Hitbox 确实是有不少摇杆难以替代的一些优势。也是因为现在像街霸6，甚至未来上线的饿狼传说都做了许多简化，才使得 Hitbox 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了目前外设圈子里非常受欢迎的设备。这次借着假期的空闲时间，让小秃某来一一为大家解答这些视频的提问，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热门外设 Hitbox 吧。本期内容干湿混合，信息量极高，强烈建议点赞、收藏、投币。来不及看完也能在后面的收藏里面回放，还可以转发给你的好基友一起来学习，帮助他们快速入坑 Hitbox。话不多说，点波关注，我们马上开始。在看懂这期视频之前呢，就必须搞懂 Hitbox 到底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势。首先，本质上不是摇杆用杆子操控8个方向，而是触碰按钮来实现固定方向。对于新人朋友来说这种操作方式对比摇杆就会更加的精准。其次换成了按键就能通过不同的轴体实现更快的触发。而且 Hitbox 在指令方向上面有许多高阶的快捷操作不只是因为 Hitbox 方向的设计，其中还包含了你的右手也能随时加入左手的战场，实现很多摇杆则能硬戳，但 Hitbox 可以顺发的指令。简单的例子就顺发大招可以看我手部的操作。还有一个加分的地方就是摇杆在使用的过程中重量会影响到你的操作，但是 Hitbox 的逻辑完全不会因为你的设备重量导致自己操作不精准，或者说是手感别扭的这些因素，所以 Hitbox 就有很多轻量化的改造空间。那以上提到的就是 Hitbox 难以替代的优势，那如果还有我没提到的，欢迎大家积极补充哈。那么现在了解完优势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我知道 Hitbox 好了，可我自己用 Hitbox 的时候游玩一些角色感觉操作起来还是很麻烦呀，我应该如何选择契合这台设备的角色呢？实话说，理论上每个角色都是契合 Hitbox 的，但问题是角色的不同，你需要练习的指令类型也不同，其中包括了不同类型、不同难度的知识点。而我就是把这些所有角色做一个分类，循序渐进的分享哪些角色最适合一开始玩 Hitbox 的我们，以及后面那些高阶操作会涉及到的角色。大家可以根据我的个人分享来参考要不要先玩这个角色，好吧？那么我们先从最简单的类型开始，也就是很多玩家会推荐给新人的一种操作类型那就是蓄力角色。老实说可能会有人觉得是因为没有特别多的转圈指令，只需要拉一下方向就能使出招式，但实际上摇杆也可以呀。究其原因我认为是 Hitbox 本身按键触发更快，摇杆则需要把杆子的一个方向推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才会有特别多蓄力角色的玩家都一致认为 Hitbox 在这方面比摇杆更加优秀。但很多新人朋友对蓄力角色的操作不太熟悉，没有培养出时刻保持蓄力的习惯，所以会认为这种角色操作起来非常难受。这里我为新人朋友们解答一下蓄力角色的操作习惯就是无论你前还是跳入，一旦触发指令后就要开始拉后或者拉蹲，这样在后续取消连续剧的时候才能够成功的触发。等你一旦习惯了这样的操作，那么 Hitbox 就一定会是非常契合这些角色的。那这些角色就包含了有 DJ、维嘉、本田、布兰卡、古烈、春丽。那么第二种类型的角色就是纯指令但不包含有像623升龙指令的角色。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分类？首先街霸6对比前作做了巨量的简化，以前很多复杂的指令都变成了236或者214这样只需要按2个键就能实现的操作。为什么不包含升龙那是因为 Hitbox 在类似623这样指令上有很多进阶操作，并且在2P 方向操作起来好像也挺有难度的吧，新人需要大量的练习时间才能够驾驭。这个后面我会详细的聊到，但在此之前那些招式里没有升龙指令的角色就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阶技巧的操作量。入坑这样类型的角色，抛开性能无疑是最优解的。没错我们这期不是性能排行，我们只考虑 Hitbox 的操作量。这个板块是我最推荐 Hitbox 玩家选择入坑的角色范围之一，其中就包括了阿鬼、拉希德、JP、金伯利等。尤其是 JP 的招式包含大量的下指令 ，Hitbox 操作起来非常丝滑，摇杆还要刻意左手拉下，甚至在线下的时候还容易被看手不过这里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问了，我虽然升龙不行，但我还有下重拳呢。说的确实不错抛开这些逻辑，即使有升龙的角色，我 Hitbox 操作不好，但我可以依靠优秀的下重拳判停对空。但如果这期视频我以这个为出发点的话，那显然升龙的作用就被低估了。即使拥有升龙，我哪怕熟练度没有上去，我用下重拳仍然可以对攻，但升龙涉及的情况繁多，其中就包含了许多高阶操作，而你要玩好这些角色，练好升龙就会是你的
必修课。那我就借着这个时机啊，聊一聊接下来拥有升龙指令的角色部分。首先啊，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升龙的应用与操作。除了常见的对空以外，我们还会涉及到连段的代入、极限对空、缩向升龙、反向升龙。指令就包含了623、233、323、426、639、1313等。嘿，这么一听啊，是不是会说我啥年了喂哦？师傅你不要念了。但这些都是我们使用 Hitbox 玩升龙指令角色一定要熟练的操作。其中639啊是 Hitbox 或者说格斗键盘独家的优秀指令，没有加键的 Mixbox 或者手柄和摇杆都无法使出来。而这个数字啊，就是我们俗称的3帧升龙。前面的426、1313这样的反向升龙和双向升龙的操作，所有设备都可以实现。但639是利用 Hitbox 的 SOCT 规则诞生的，只需要左手依次按前下，右手同时按跳和拳，就能以极快的速度触发升龙。在熟练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在非常极限的位置对空，而且在操作力度的分配上也比摇杆小了非常多，使你的对空精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在带入连段的时候，在不取消 CA 的情况下，也能更方便的使出来。所以这就是我没有把升龙的角色划分到上一个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操作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在 Hitbox 上不断练习，熟练了才见得成效。但相信我，我的朋友，639升龙的优势真的比摇杆大了好多呀。所以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在你的格斗键盘上这些有升龙指令的角色就一定会给你对应的正反馈，其中就包括了特瑞、好鬼、艾德、加米、玛丽莎、肯、朱莉、杰米、卢克、龙、莉莉等等。哎，没对哦，图特，你咋个还有个莉莉呢？按理说你应该要提到指令系的角色了，咋个莉莉在刚才这个范围以内呢？好的，让我们接着莉莉聊到下一个部分。莉莉确实有一个360的招式，我直接告诉你们答案哈。Hitbox 使用360，你只需要左手按下后前，右手按跳和拳就可以使出来了。只论360这个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而莉莉的360只是一个破防或者收尾的一个手段，没有特别多的占比，所以我才归类到上一部分。而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指令头角色其实是根据720、360、180来归类的。这样的角色主要是因为需要动用左手3根手指，而我们的无名指往往是最不灵活的那一个，这就会导致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真的就戳准了。这种情况会面临在连段或者快速出发的时候，因为无名指不给力而失误的情况。所以180这样的戳招方式需要大家练习克服。刚才提到了360，剩下的就是720了。这个也是我认为 Hitbox 里最难，但是又超级实用的招式。这招就一定要涉及到刷键。刷键就是需要你在一瞬间快速戳出对应的指令。而老桑的720，大家可想而知，我至今也没有实现。但如果你能克服这样的操作你玩老桑在力回的阶段就会得到巨大的斩杀优势。我认为这个分类你不仅需要海量的熟练度，还需要克服人类的短板。所以如果你选择了 Hitbox， 那么像老桑、曼龙、达尔西姆甚至本田这样有180、360、720这样的操作的角色，你就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另外提一下，拉希德在连段中也有涉及到类似180这样的操作指令，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这种方式也算能玩的。那么基本上所有的角色基于 Hitbox 的操作量，我已经为大家做好分类了。那么接下来来到了第3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Hitbox 呢？首先有2个 Hitbox 我最看重的点，一个是整个设备的按键布局，大家可以在市面上看到海量不同品牌的 Hitbox，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按键之间的间隔距离以及排版的位置。有的设备按键之间间隔和距离很短，如果你的手比较大就多多少少有点小鸡啄米的感觉。如果间隔过大，要实现刷键呢，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整个布局中还包含了加键的位置，一些设备加键的位置可能会比较紧我习惯的崩发键就不得不用我的大拇指的骨头部分去按，这就导致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它们。像阿米多 FK2 整个布局不是很紧致的那一种，刚好加键的位置是我大拇指指头就能按到的，所以我认为按键位置的舒适度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方向之一。大家可以在选择的时候多一个人体工程学的关键字，说不定你就能找到合适的选择。另外第2个点就是按键的规格部分了，这里涉及到了轴体和触发的键程。虽然我不太懂轴体但我非常清楚的是它与键程密切相关。我现在用的是可调电感轴，后台可以选择我自己需求的键程，而键程触发快就是 Hitbox 的优势，所以大家可以在选择的时候着重检查一下这个点。像我这种可以后台自由控制的，当然就很棒了另外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外观和手感上面，这里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家可以根据喜好来选择。你们知道的，我永远有一颗少女心，包括按键的声音也可以根据喜好去选择那最后一个就是便携性了。现在街霸6的玩家越来越多，线下一定就是大家未来会遇到的情况。目前 Hitbox 无非就3种类型，
主打极致超薄的 Mini Hitbox， 主打扎实手感的框体 Hitbox， 另外就是集便携和手感兼具的 A4 左右规格的 Hitbox。我以前很喜欢框体设备，但如今我也面临了出差或者面基的情况，所以我自己现在就很偏向这种 A4 左右大小的 Hitbox， 便携性和手感都有很不错的反馈。基本上大家在选择 Hitbox 的时候，主要就把我提到的头2个点考虑进去，然后再是便携性的考虑，最后再根据你的喜好去选择 Hitbox 就可以了。另外再提一嘴，我现在用的就是阿米罗最新出的 FKR 格斗键盘也是借着我拿到了新设备，在大家面前显摆显摆。那差不多以上就是我认为玩 Hitbox 要考虑到的点了，应该都是为大家解答上了如果还有任何的补充或者提问欢迎大家评论区补充。节目的最后，还是希望大伙儿能打发小弟我一个小小的3连，奖励一下干了好几天视频的我。后面还有更多的高创内容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哟。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 ，Adios。